然后还有一个道理是说，所有的法拍虽然归根结底叫做房贷付不出来但是这7/1000里头的期限，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有多少是因为有点状况，不是说他这个直接讲就做生意做生意失败，或是股票失败或怎么样然后才导致他房贷付不出来，所以他的结果是长做房贷付不出来，所以才会上到这张表嘛。但是实务上他没有去乱搞的话，其实我们不能说人家乱搞就那个台股血星期日，你要人家怎么办就是遇到一些大的波动状况的话，才会造成这7/1000。这期间里头真的不是全然的，就是都乖乖的，然后缴，然后就是因为工作也在工作，然后怎样就付不出来，都是有其他状况的。最常见的是做生意做生意的生意人然后他生意上有一点状况或是怎么样，然后导致他付不出来，真的最常见是这样最常见到什么程度？这1/1000里头大概有5间吧，应该都会长做生意人的事情。房贷一族拼买房，3大烦恼一次破解，违约率仅0.07%，你怕什么？先说结论，背房贷会发生的问题其实都有解啦，你真的不用想太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政府对换屋族很不友善，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房贷一族有哪些烦恼这次我们就来聊房贷一族的烦恼。我是你应该也是你身边的朋友有结婚生小孩了应该也都是我们先来看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整理的房贷一族10大烦恼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从第1名直接念到第10名，你自己看你中几个。第一，夫妻分摊方式。哎呦，这个就是吵架了我仿佛听见婚姻破裂的声音。第二，持续升息。第三，生子或抚养父母。第四，无预警失业。第五，造成生活品质变差。第六，急需大笔钱。第七，无预警天灾。第八，工作异动。第九，难随意享受出国。第10，还要还多久那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些烦恼，这看起来问题好像很多其实核心就是在讲这3件事情。来，第一个，金流跟资金的风险，例如说临时要用大钱，无预警失业。第二个是家庭的责任，例如说抚养小孩或父母夫妻的分摊方式。第三个是生活品质的下滑，例如说不能出国，不晓得还要多久的心理压迫大概就是这几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严重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讲这些问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可怕。来，第一个，金流与资金的风险，讲白话就是你担心缴不出房贷，房子被法拍嘛那我们看住宅贷款违约率这东西最准了，而且它更新很快银行局是每个月更新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上个月的违约率的情况这也有人叫鱼放比那没有道理说你平常买个乐透你都不会中，然后你买个房子马上就变成天选之人。我跟你说，你要成为那个违约之人有点难度好，来，你看这个是2023到2024的贷款违约率特别是指住宅的贷款，因为贷款很多嘛，有那个企业的有什么那住宅的就房贷的部分来，有没有多少 0.07 耶？这是百分比耶。换句话说，它叫做0.7耶，换句话叫做1/7耶，换句话叫做10000间里头，1万笔房贷里头只有7个付不出来耶，那其他9993个都可以你怎么觉得你就是那个7/1000？这不好中，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一个道理是说，所有的法拍虽然归根结底叫做房贷付不出来但是这7/1000里头的期限，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有多少是因为有点状况，不是说他这个直接讲就做生意做生意失败，或是股票失败或怎么样然后才导致他房贷付不出来，所以他的结果是长做房贷付不出来，所以才会上到这张表嘛。但是实务上他没有去乱搞的话，其实我们不能说人家乱搞就那个台股血星期日，你要人家怎么办就是遇到一些大的波动状况的话，才会造成这
7/1，这期间里头真的不是全然的，就是都乖乖的，然后缴，然后就是因为工作也在工作，然后怎样就付不出来，都是有其他状况的。最常见的是做生意做生意的生意人然后他生意上有一点状况或是怎么样，然后导致他付不出来，真的最常见是这样最常见到什么程度？这1/1000里头大概有5间吧，应该都会长做生意人的事情然后你真的剩下就是买了，然后这个房贷缴不出来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1/1000你就会中，这有点难吧？那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历年的违约率对，你没看错，2007年才是高点，然后之后就一直降是因为什么？降是因为银行去控制那个风险，就跟早年那个什么 George Mary 现金卡有没有？国中的时候，他们救急边型现金卡，然后就造成信用腐烂嘛，然后大家们借钱就不还嘛，然后再来哭嘛，然后再来怎样嘛，然后就不用还了嘛。好，那房地产也一样房地产就是银行就一直加大力道去缩减或者干嘛，然后又经过了央行这几年的那个理监事会议信用管制措施，到现在是第7波呢。这个现在还能买房的人真的很坚挺真的是很坚挺你很难去预期说这些人会还不出房，这些人如果还会还不出房贷，那会直接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一大批人一起突然还不出房贷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水准都是很高的，那你现在要他其中一个人零零星星的去还不出很难，通常是要就是一大票一大批了。这里头实力最弱的人应该叫做新青安就是那个月薪3万也一样贷到1000万的新青安连他们都好像没在怕，这让他贷了安啦就这样。那你就知道说这个0.07%百分比还0.07你就知道这个在房市的管控上现在有多么严格，现在屋主有多么的坚挺那如果你还是担心你自己会爆掉，来那个我建议你你就是多存半年的房贷预备金这样你就算遇到状况了，你也有时间缓冲，也都能解掉。最后你要知道家庭跟生活品质该怎么办那家庭跟生活品质的问题坦白说就不好解因为每个人每对夫妻都是个案，我也不会跟你说什么你就用哪套剧本就可以解这些问题。但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已经比以往好很多很多了。例如说政府现在都有补助敬老育儿津贴都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的压力。那当然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补助是没有办法 cover 掉全部的开销，没办法。但是你看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么多补助可以申请我们爸妈那时候房贷利率还高嘞，还不是一样就撑过来了那再来是照顾小孩或爸妈的问题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一族夹心饼干嘛，这件事情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其实现在的职场环境已经变得友善很多了。例如说有些公司本身就会设立托育中心，你就把小孩丢进去就可以了。当然大公司有，台积电就有嘛那或者你去做一些可以居家上班的工作都会是选项我也知道说什么这类工作不好找，要求很高怎样怎样，那你也要承认，那你就去想办法进步嘛那来让自己配得上那份工作不然就是反正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想要找这类的工作机会真的是变比较大了。不然你去工厂上班，然后跟老板说你要在家工作，你看他有没有办法就聘用你？没办法嘛总之就是做一些改变。我真的是认为说你看7%其他9993个都可以大家用什么方法？那稍微一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就是跟他用同样的方法就好就慢慢还了如果你现在已经是背房贷的人，应该也会认同我的看法，就是背房贷这件事情，背之前背之后心态差很多，还没背很怕然后背了以后就好好的那我还是觉得你可以看看周遭你就觉得他也废的一些朋友或同事为什么人家已经有在背房贷，然后日子过得好像还可以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不行？这样想想看吧。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
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盘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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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了。那这次讲是阿坚阿坚的故事。阿坚就很普通啦，普通的中产阶级，上班领薪水，每个月花费很固定，也不怎么乱花钱，也不买股票，因为没钱买那他一直以来都有想要买房子的念头年纪有到嘛，就觉得说租房子就他很堵拦那个房东，那买房一次要花那么多钱然后房贷一背下去20-30年，他就犹豫不决。后来就想说反正自己想不清楚，那就去问问看身边已经有买的好了，结果大家给的答案都很悬，什么一开始有点痛可是习惯就好了你就把它当减肥一开始会暴汗那后面就还好了。他一连问了好几个都是差不多的回答，反正大家就给他背就背起来就这样那他觉得这是干话，可是一堆人又这样子讲，又好像是真的。直到新青安政策的出现新闻就一直报嘛，哪边又涨了新青安多少人申请了，怎样又怎样了，所以他最后还是咬牙买了。那一开始背房贷的那几个月当扣款日要到的前一天，他确实会很焦虑就会有点睡不着这样。那晚上11点醒来一次然后这个早上一醒来赶快看一下账户余额够不够钱扣会怕嘛很夸张这样跟我讲的。那直到银行就扣款成功的讯息收到，他就好了那才放心一点。然后他跟我抱怨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大餐那现在连买一些吃的都要犹豫但是很神奇就半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约吃饭那他居然跟我说就吃牛排请我吃我就想说你不是怕没钱他说现在好像也还好，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要在那边仔细算钱，他现在也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了我听了就笑他说你之前不是说你压力大到晚上会睡不着怎么现在就转性了阿坚跟我讲说那时候想东想西越想越怕真的是越想会越怕，怕自己撑不下去，那怕怎么样的结果房子也没事工作也还在日子就这样继续过下去然后也没有人来找他麻烦，所以他就想说原来他的同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早知道的话就不用那么焦虑了钱再赚就有那房子是自己的名字那个心态上真的是差很多，越想真的是会越怕那他上车以后就造脚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大家讲的那么严重。你看这个就是有度过心魔的人就直面问题那个问题都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恐怖，那他现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也蛮靠北的，就是偶尔会拍他家的房子传给那些还在犹豫买房的朋友，然后发讯息说早买轻松住，晚买荷包哭就是这样去刺激人家。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
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啊，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啊，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